大家好，我是黎晨。前几天，万国觉醒官方发布了一封新邮件，关于失落之地调整内容的预告。那这封信里面说到，如果王国内市政厅等级达到25级的执政官有超过899个，系统要为王国创建分线进行失落之地活动。那他的这个信件里面其实说的是有点抽象，关于一些规则什么的，刚好今天呢已经跳出了礼拜一要报名的 KVK 的预告，也有一些规则的说明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新的规则对我们接下来的 KVK 匹配有什么影响。官方推出这个899条款，看起来呢像是针对那些玩家很多的王国，像是大型的先锋，还有曾经是先锋的 A 王国，以及现在很多新玩家的新王国。但是对我们这些没有899玩家的王国呢，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的。首先我们要先来解说什么是899条款。第一个就是你的王国要有899个以上25级的市政厅，那大部分的王国都没有，所以呢就会以王国为单位报名，跟我们现在的报名方式是一样的。但如果超过899个，就可以切割成2到3个路线，那这个路线就等于是报名单位，作为匹配机制的报名单位，分配在不同的地图。但是这个报名呢，还是会由国王来主导，也就是说，你整个王国会同时进入 KVK， 而且只能选择同一个剧本。那这有别于以前的联盟报名制，联盟报名制是只要任何一个联盟的 R5 报名，然后那整个王国就会锁住。那我觉得这是为了要解决移民的问题，所以呢才会由国王来主导。一旦王国符合了899条款以后，国王可以指定不同的线路的统领，还有所谓的线路配合的联盟。那每一个线路最多可以选了800个执政官。我不晓得他的报名会长得像埃及这样要一个一个选，还是会像征服者之阵那样，就是由联盟一直往上选到线路长那里去。那这边有提到没有被选到的执政官最后会让系统自动分配，最多一个线路不会超过899个执政官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官方是想要限制一个匹配单位的人数，就是在899个人以内，并且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，比对战力、击杀活跃度进行匹配。这些分线呢，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王国被切割成好几个王国，但其实你们还是在同一个王国啦，就蛮奇怪的一个平行时空的感觉。那这边也有说到，王国头衔是所有路线共用的，王国信件呢只能对同路线的玩家发送。那王国技能呢，除了赋税跟流放以外，个别使用还有个别计算冷却时间，不能加入不同路线的联盟，可能会影响像埃及之战这样的联盟活动，还有 KVK 分配一些盟客的情况。那最后就是这个899条款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首先我觉得它是官方针对大型的人口先锋，像是1093、1365、1846这样的先锋王国，他们如果不一起报名的话，很容易匹配失败。所以呢，这是一种对匹配失败的解套。那还有解决一些伺服器拥塞的问题，因为你就一个先锋国可能进去就是1000个以上的账号了，一次上线好多人好卡，对，就是解决不了伺服器卡顿，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觉得它可能会有瓦解人口国的目的，因为人口国他们就是用大量的人口去压制我们所谓的精英制的王国。精英制的王国呢，就是以氪金量，但人比较少，去跟量来比拼，就是一种质对量的战争。因为人口国他们比较不氪金的话，官方就赚不到钱，所以呢就想出了这个条款呢，想要瓦解人口国，这也不是不可能，有点阴谋论。那因为899条款强制分线的情况下， KVK 没有办法发挥人口优势，可是我的 MGE 啊、金头榜这些资源本身还是固定的量，所以会有部分的玩家可能会因此移民。这些先锋王国虽然被强制分线了，它还是可以选
800个主号进去那个 KVK， 但这样就没有小号了。这也是另外一种情况，他们可能还会匹配失败，因为800个主号的话，也有可能没有对手啊，就匹配不到。其实分线呢，对有些王国并非是坏事，这可能会带来另外一种结果，就是新型的精英路线。因为以往会看见呢，一些先锋王国渐渐的衰弱，变成 A 国，可是他们的人口啊、战力还是很高，所以他们未来的 KVK 呢，就会被认为说是农先锋或者是农 A 国。那这样子分线之后，我们可以把战斗力高、想要认真玩 KVK 的玩家集中在一个路线，那比较休闲的玩家就分配到另外2个路线，解决一些活跃度上面的冲突，也不用说要清农夫，这样子就还蛮辛苦的。那分线之后可能会造成的是新的匹配风格，在这些先锋还有 A 国重组之后，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报名单位，那就是所谓的人口国精英化。那可能会对上其他等级的王国，比如说弱 A 或是 BCD 国，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体验。那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也要看接下来的匹配结果呢，才能给出一个定论。那目前的匹配呢，可以发现的是，官方一直在打击人口王国，像是365这一次就面对了3个很强的 A 王国。这个匹配结果主要是按照总击杀，但变成说战力很失衡，所以我认为899条款是接续了这样的匹配机制做的下一步的行动，主要还是要瓦解人口国。那人口国会不会因此受到打击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以上是我对899条款的分析和看法，大家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在留言区提出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